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。作为一个折叠屏爱好者呀，最近这一年对于我来说可谓是狂喜。前有华为回归 5G 小幅升级的 Mate X5，后有大幅减重仍然坚持全能的 vivo X Fold 3 Pro， 接着呢又来了更轻薄的荣耀 Magic V3和小米 Mix Fold 4。那以上这4款产品呢 ，vivo 我用的时间最长，也做了很多期内容，这个不少老朋友应该知道。荣耀其次，那从发布之前一直用到了最近。期间呢，小米 Mix Fold 4用了1周，所以本期视频啊，我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，作为这3款产品都深度体验过的人，这3款产品用机感受如何，各自有哪些取向？如果你想买折叠屏产品的话，你应该怎么选？首先，我不是参数党，但参数确实是技术。其实这3款产品的配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因为对于一款折叠屏来说，重量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，所以呢，就在这么几克之间，各家的选择很值得玩味。先来说 vivo 这款产品客观上是3者里最重的，比其他2家重了大概10克左右，但也算比较轻薄。同时呢 ，vivo 用这10克重量换来了5720毫安时电池、100瓦有线快充、独立静音键、双超声波指纹、红外遥控、主摄长焦超广角的底，也是3者中最大的，并且它的重量也落在了一个直板超大机型的范围内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用这10克的重量换来这些配置是很值得的。事实上啊，从硬件水准来看，综合起来 ，vivo 这款产品也是目前行业内最强的，这点应该争议不大。当然了 ，vivo 很强，那小米和荣耀显然也不是吃素的。你会发现，今年几乎所有的折叠屏新品，在硬件水准上终于都跨过了我心目中的实用线。这个实用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前2年啊选折叠屏产品的时候，还经常需要在一个功能点有或者没有之间纠结。比如之前的折叠屏经常没有无线充电，没有均衡的影像系统，没有防水能力等等。行业进化到了现在，折叠屏跨过了实用线以后，也许没有 IP68，但 IPX8 都有了；也许没有非常牛逼的长焦，但3.5倍到5倍左右的常用焦段没问题呀。那小米和荣耀也同样如此，这2者在无线充电、IPX8 以及相对均衡的影像上都有做到，并且像前面说的啊，这2者还会更加轻薄一些。所以说，折叠屏产品的取舍就在那么几克和1-2毫米之间，非常有趣。那硬件参数说完了，接下来聊聊产品的具体体验。先来说影像，我主观来说啊，这3款产品的影像方面 ，vivo 等于小米，2者大于荣耀。我对小米和 vivo 的影像呢都比较满意。那小米呢是折叠屏里第一个4摄，也是默认焦段最多的折叠屏产品。再搭配小米的徕卡影调，日常体验满足需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浓浓的徕卡味儿，风格化很明显。vivo 的优势呢是主摄和长焦的底都更大，再加上 vivo 的影调确实是普适性更强。你像拍人、拍吃的，它效果都很好。我用了这段时间呢，也拍了很多样张，不同焦段我也很满意。但荣耀的影像吧，我个人用了这段时间，难说非常满意。这款产品呢也是很能出片的啊，而且说实话，荣耀这一代在硬件上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。只不过荣耀现在的相机软件啊，着实有点琢磨不透啊，没有全局的EV调整，而且荣耀手机哪怕你手动调整曝光，效果也会很奇怪，尤其在面对大光比场景时，在按下快门之前，你压根儿不知道你会得到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啊，所以我认为荣耀的相机在软件上应该尽快提升。荣耀的影调是有进步的，但软件体验确实有些差强人意，所以在影像这部分 ，X Fold 3 Pro 可以说依旧是折叠屏里的最强影像灭霸。如果结合影调喜好的话，那 vivo 和小米是我首推的产品，体验和效果都不错。根据你对各家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比较合适了。那软件体验方面呢，这部分比较有的说，还是最基础但最重要的流畅性。这部分vivo 和荣耀都要比小米好一点。小米内外屏切换的时候总容易慢半拍，给人卡一下的感觉。
荣耀和 vivo 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没有，但体验下来确实是要比小米好很多。这点属于小米的老毛病了啊，无论是小折叠、大折叠还是平板都有，那不知道短期内有没有调好的可能。除此之外啊，三家在很多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区别，比如很多折叠屏用户很在乎的生态互联方面，在这3款折叠屏里 ，vivo 和小米那都是支持互传联盟的。vivo 自家的生态不是最广的，但是基础的通信共享、投屏这些功能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而且 vivo 的优势啊，其实是对于其他生态的承接，比如 X Fold 3 Pro 可以直接远控 PC 甚至是 Mac， 在手机上打开 vivo 办公套件，找到 vivo 远控 PC， 根据指引连接成功后就能使用了。另外，远控套件内还集成了屏幕切换、调度中心、启动台、电源管理等快捷选项，而且 vivo X Fold 3 Pro 支持快捷查看苹果3件套，还能将苹果3件套的格式转化成 PDF 文件。所以对于苹果用户来说，我相信会很喜欢 vivo 这些跨生态的适配。再来看看小米 Mix Fold 4。小米除了最基础的通信共享和妙享桌面，作为互传联盟的发起者之一，快捷互传那肯定也是少不了的。而小米生态的最大优势自然是人、车、家互联互通，小到耳机、手表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大到各种家电，还有小米苏7，都能在融合设备中心快捷控制，还能将不同设备分类到不同的空间。另外还有应用接力、跨设备剪贴板，这些功能呢也是非常实用的。那缺点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就是小米 Mix Fold 4还没有官方的远控 PC， 而小米 Pad 6s Pro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，并且Mix Fold 4呢以后会有一个超级文档功能，也能够支持100加的格式文档随意开，但目前是一个画饼状态啊，预计是8月初陆续推送。所以呢，小米这儿我们还是老话，等等系统更新吧。现在还不错，我希望以后能更好。而荣耀这部分就显然是最难受的了，就你明明是安卓机，但因为一些历史问题，是吧？荣耀并不支持互传。无论是我从其他产品换到荣耀的时候，还是我日常想给其他安卓机传文件的时候，荣耀的体验都是最差的。我其实很能理解荣耀想要建立自己生态壁垒的想法，但仅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，生态广度上荣耀不可能战胜米家，生态深度上荣耀也很难战胜华为。那荣耀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一般，不过有些方面的体验就比较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聊聊 AI。我个人认为，现阶段的 AI 对于手机体验的帮助没有广告片里说的那么大。我个人用下来呢，有这么几个方面是我认为真的比较有用的。首先是跨应用的智能提醒，比如你有个行程，出发之前，手机是否能帮你预估从家到机场大概的时间？到了机场以后，能否自动告诉你登机口？下飞机能否自动提醒你哪里取行李等等？我知道这个功能看起来很基础，但其实很多人会切实需要这么一个场景。那这方面，荣耀的悠悠助手做的就非常好，它能够调取日历、地图、航旅纵横等多个应用，从出发前到降落后全链路提醒到地铁口附近也会自动蹦出乘车码。vivo 在这方面呢，凭借原子同知做的也还可以，在单一场景里比如说打车或者坐飞机，对单个应用不同阶段的提醒做的比较到位。我希望它以后能够打破多个应用的壁垒，那体验会更好了。除此之外AI 还有个功能对我来说比较好用，就是笔记类。vivo 呢有小微帮记，在原子笔记里新建笔记，框选文字之后，点击这个 AI 创作就能够对内容进行润色、续写或者总结，也可以简化或者扩充内容篇幅。而润色是我比较常用的这个功能。润色前呢，可以自定一下内容风格，比如口语化一点生成的内容呢也会更亲切。小米 Mix Fold 4通过小爱同学也是可以润色的，只不过效果没有 vivo 那么亲切。不过呢，小米的 AI 摘要做的不错，也是在笔记里新建文本，点击录音就可以了。结束后点击 AI 可以选择生成的 AI 摘要、AI 翻译等等。对于动不动就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的会议来说，这些功能的确能大幅缩短总结重点的时间，属于能切实帮到用户的功能。而荣耀在这方面比较奇怪我们前段时间体验它的平板，这方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在手机端的荣耀笔记，我们发现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。
那在续航方面，我个人体验下来是 vivo 大于荣耀，大于小米。vivo 的优势比较明显啊，就是因为电池比大两家大了500多毫安时。那行业进化了这么多年，但提升续航最显著的方法还是大力出奇迹，直接把电池容量做大，来的最实在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，Xfold 3 Pro 是行业唯一一个半固态电池技术的折叠屏手机。我们还在低温下测了一下，我们把它的亮度调整为300尼特，音量调整为50%。把它放到冰箱里，零下10.5度的气温，在 B 站离线播放《让子弹飞》1个小时，耗电3%。那可以看出啊，哪怕是在低温情况下，也没有怎么影响到它的电池续航。那各方面聊了这么多啊，是时候总结一下了。以下总结非常主观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。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容我先来打个补丁，就是这3款产品都是大折叠里非常优秀的产品，并且都是远高于这个实用线的产品。各家粉丝想选哪个就选哪个，都是好产品，都能当主力机。OK， 补丁打完，我来接着总结。这3款产品里，不避讳的说，我最喜欢的还是一开始用的 vivo， 硬件最均衡，重量完全可以接受，双耳折叠屏里啊相对轻薄又全能的。软件上209S 目前的体验本来就不错，那 vivo 在互传、生态承接上也都挑不出啥毛病，这就是一款没有明显短板，并且不怎么挑用户的产品。如果考虑折叠屏当主力机 ，vivo 目前我认为是最优选择。而最近在使用的 Magic V3 呢，这也是一款用着很好的产品，但我知道，哪怕我没有项目要求我换机，我也不会一直把荣耀用下去。一方面是因为它相机体验确实比较一般，但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态。平时和工作室小伙伴传文件、互传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就这事儿，你说有没有解决方法？也有。我下一个 Local Sun 其实能弥补一个7788，但荣耀你是安卓品牌啊，你没必要这么限制自己呀。它是好产品，但这点啊，就我确实有点小肚鸡肠，我比较介意啊。我是觉得安卓产品要有个开放的态度，因为安卓本就是开放的。而小米 Mix Fold 4，这真的是一款好产品，硬件上也非常均衡。我在首发视频里感觉这款产品有点像小米11 Ultra 的精神续作，上限也很高。不过我也在首发视频里说过，这款产品的上限可以更高。小米现在还需要优化流畅性、生态适配以及大屏方面的更多玩法，不少还需要等更新。那在一款产品的生命周期初期直接下结论，也许有点仓促，我们再多给小米一点点时间吧。那本期视频主要想和大家聊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，各位可以最后弹幕评论分享一下，讨论一下这3款产品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你认为哪款的产品力最强呢？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评论、投转发。我是 H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